Hello，大家好，我是怡元。前2天就已经推出了斐利24的技能介绍。当然的，我在评论区也是有看到一些观众就问我说，到底要选择 SP 朗纳尔还是要选择斐利24，又或者是选择之后推出的远程统帅。但其实我想说，大家都没有把第9代的统帅给觉醒，为什么不要直接2个都觉醒呢？OK， 我们认真一点。我知道我推出这个影片的时候，可能傍晚就应该要推出远程统帅的消息了。在你选择任何一个统帅之前，先要了解自己的队伍，到底你现在的队伍缺乏什么统帅。还有，我们先要了解统帅的定位在哪里。比方说 SP 朗纳尔的定位就是拿来替换掉关羽的位置的。就是说，不管你是用7队队伍的玩家，还是用5队队伍的玩家，其实都可以用到 SP 朗纳尔。但前提是你的队伍是用混兵队伍，而不是像我这样子全部都是骑兵的队伍。又或者你只有使用1队步兵，刚好你的镜头不充足的情况下，你只是使用刘彻搭配亚历山大，其实是没有必要去觉醒 SP 朗纳尔。假设你是使用2队步兵的玩家，肯定是 SP 朗纳尔优先。那么什么时候才会使用斐利24？首先我们要了解斐利24的定位就是在辅助。在之前的影片我有多次跟大家强调过，现在我们的版本就是以输出为主。想要带辅助队伍，首先你必须要先完整输出体系，像是使用7个部队的玩家，有些使用7队队伍的玩家还可以使用辅助队伍，就比方说用图拉真搭配花木兰，图拉真搭配艾塞尔，可以帮助你的队伍再次提升，可以表现得更好。虽然斐利24它的觉醒技能是有机会再次触发主动技能，但是依然还是有概率的，而且是触发他所搭配的搭档，而不是他本身自己。就算他触发到本身自己的队伍，再次释放主动技能也只是提升 buff 而已，而不是打出更高的伤害。所以如果没有特别要求的玩家，其实可以使用回原本的7队或者是5队搭配。那么究竟斐利24到底要怎么使用呢？那其实我心目中有一个人选可以搭配，就是他替换掉威廉的位置，然后用霍去病搭配斐利24。为什么会选择霍去病呢？首先，霍去病他是骑兵统帅，他触碰到敌人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第二点就是霍去病释放技能的速度会比较快，有可能可以赶在我们其他队伍释放技能之前提升 buff， 就算没有办法提升到主将，也可以提升到副将。像在之前的影片中，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些玩家说，会不会有可能用本多忠胜搭配斐利24？我觉得这样子是不可行的，因为本多忠胜他释放技能的速度真的是太慢了，这样是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到斐利24的技能。那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了，那同样释放技能比较快，为什么不要搭配刘彻？其实要搭配刘彻也是可以，但主要是因为刘彻他现在还有其他统帅可以搭配，他可以搭配华莱士，可以搭配亚历山大，甚至搭配 CP 都可以，但是骑兵统帅就只有司机真德、霍去病、威廉而已。那现在威廉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就是主动技能，可以让命中的部队在接下来3秒内获得的技能伤害增益无法生效，就比方说诸葛亮的技能伤害提升，这些都是没有办法触发的。但问题是威廉他的攻击范围会比较小一点，所以严格来讲威廉这个技能是有用的，但是他可能影响到的目标并不是这么多。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他的第4技能，可以帮助5个友方部队在接下来3秒内恢复50点的怒气，相当于150点的怒气。而且他这个技能其实在大型团战的时候很容易触发，就只有这2个技能是比较重要的。但其实现在并不是每个玩家都会去使用威廉，而且像斐利24它的 buff 会比较多一点，比方说像主动技能受到的所有伤害降低，造成的所有伤害提升。虽然只有2秒的时间而已，但是受到觉醒技能的影响，可能它触发的几率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更多。主要的重点还是它可以搭配任意的统帅，不管是骑兵、步兵、工兵都可以。而且我会建议搭配霍去病的原因，也就是因为霍去病它的主动技能伤害非常高，可以弥补了斐利24它本身没有办法造成太大伤害的问题。并且斐利24还有所有伤害提升 30%， 可以让霍去病的伤害再次提升，可以打出更高的伤害。不过我看到一些玩家讨论说，他的第2技能不是有骑兵、步兵、工兵提升吗？假设说报名兵无常是使用饰品的话，是不是全部都会变成同样的兵种？所有的增益都会提升 35%， 就比方说我使用了骑兵的密室转换在这个斐利24身上，那么是不是等于说我的攻击、防御、生命全部都提升 35% 呢？假设是真的全部都可以提升的话，那其实这位统帅是真的很强，但前提是要报名兵无常式的地图或者是神经妙测的地图才会有这样子的效果。但如果你现在在考虑着要不要我直接就用霍去病搭配斐利24的话，我觉得可以再等等，因为等我们这一次新统帅推出结束之后，下一次推出的新统帅就是骑兵统帅了，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更强大的骑兵统帅来替换掉威廉的位置。
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冷静去思考斐利二世他的技能到底哪一些部分比较强。首先就是他的觉醒技能，那假设说你没有打算要投资这么多金头在这位统帅上面，不打算把他给觉醒的话，他还有哪一些技能是可以使用的？我个人觉得他的第一、第二、第三技能都是有用的，那其实第四技能可有可无。因为老实说，我们的队伍搭配里面其实有贞德有威廉的话，其实恢复怒气还蛮快的，还有加上你有号角的话，并且他第四技能是有10%的概率只是命中3个目标，也就是说不一定是全部目标都会中招。所以只要你不考虑把它给觉醒，只是打算卡技能的话，我觉得你可以不用去考虑这位统帅了。像他的主动技能 buff 也就只有2秒的时间，反而威廉的 buff 跟 debuff 都有3秒的时间，甚至图拉真的主动技能都有3秒的时间。换算下来，如果你不要觉醒就去使用斐利二世的话，其实不太值得了。反而威廉的培养成本还比较低一点，甚至威廉的直接伤害都比起斐利二世还要更高，虽然不是圆形范围 AOE， 而且同时间斐利二世他的觉醒技能是有概率，而且还有 CD 时间，不会像真的第四技能那么稳定，反而会比较像铁木真的觉醒技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位统帅其实没有说强到很夸张，但是一定的强度还是有的。我认为大家比较兴奋的就是领袖统帅又回归野战了，而且他是全部兵种都可以使用，所以对于他的期望会比较高一点。但是如果仔细去看他的技能的话，其实还不至于到这么夸张。所以要选择 SP 朗纳尔还是斐利二世的，取决于玩家的队伍是怎么样了。像我自己的账号是完全使用骑兵的话，其实我不需要使用 SP 朗纳尔，我可以选择跳过 SP 朗纳尔去选择斐利二世。但如果你是使用5队的玩家，可能你就要考虑一下你现在的队伍最缺乏的是什么。假设目前你的步兵搭配依然还是关羽 CP 刘彻亚历山大的话，那你可以把关羽给换掉变成 SP 朗纳尔，这个选择尤其是针对5个部队的玩家。但假设说你的步兵是只有1队而已，或者是你觉得你的步兵不需要再有提升的话，那你就可以选择去觉醒斐利二世。至于你现在是使用7个部队的玩家，就可以考虑斐利二世，同时间也可以考虑 SP 朗纳尔2个统帅都觉醒，但是培养成本可能会比较高一点。不过针对于我960那个账号呢，可能比起斐利二世我会更加优先去选择新的远程统帅，虽然我还不知道远程统帅他是怎么技能，但我是考虑到一点啦，有可能这个领袖统帅也就是斐利二世他获得的方法可能是通过 MGE， 一般玩家没有这么容易获得，更别说在先锋王国可能我完全没有办法拿到蚀刻雕像，所以我会选择 SP 朗纳尔优先，又或者是新的远程统帅优先。不过还是绕回去我的骑兵账号，我的骑兵账号真的只有骑兵，我就连远程统帅都没有，我肯定是会选择斐利二世。而且我计算过了，就算我觉醒了斐利二世，直到下次骑兵统帅出现之前，我依然还是可以直接觉醒2个骑兵统帅。不过当然的，今天所讲的东西也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我自己本身也还没有去测试斐利二世它实际的效果到底是怎么样的，或许要等之后实测才知道它的能力到底怎么样。我今天所讲的东西大家作为参考就好。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在看了之后有什么想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